叶王王，你知错了吗？我不是被无上宗这群傻 X 群攻杀死了吗？这是无上宗形态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前世他们把我金丹给叶倩的时候。我叶婉婉8岁炼气，12岁筑基，15岁结丹。世人都说我是九州第一天才，是无上宗的团宠小师妹，天道叶谢的出现，她成了无上宗新的团宠小师妹。他们偏宠偏信她，却视我如草。王王，你小师妹比你小，你和她比拼的时候要让着她。王王，小师妹第一次参加宗门大比，她要输了会不开心的，你让着她，让她赢。师姐，这无上宗团宠小师妹的位置只能是你的。我只是想和你切磋，师姐，你为何要毁我金丹，废我修为？孽徒，你竟敢残害同门，毁人金丹！来人，将他打入黑水堂刑台，永世不得翻身！孽徒，你敢伤害你小师妹，今日为师就取你金丹赔给他。他伤害小师妹，必须取他的金丹赔给小师妹！不要，不要！谢师傅！欺压同门，残害同朋，叶王王，你可知罪？前世这群人毁我金丹，废我修为，害我坠入魔道，后来又围攻杀我。今生我不跪天道，不走仙途，只修杀道。错，我确实错了，错在修为浅薄，错付真心，错信你们这群豺狼，才落得被你们挖金丹的下场。孽徒！师妹，师父和小师妹宽宏大量，只要你向小师妹认错道歉，过去的一切就算了。道歉？做梦！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。我叶婉婉废弃在无上宗的所有修为，斩断与无上宗的因果。从今往后，与无上宗恩断义绝，再无任何干系。若为此事，神魂俱灭，不得好死！你要干什么？快住手！不要！不要！修为已废，自此我与你们无上宗再无任何瓜葛。师父，放肆！毁你小师妹金丹是不仁不义，自废宗门修为便是不忠不孝。本尊怎么会收你这个孽徒？师妹，你太冲动了，怎么能自废修为？杀人偿命，你弄碎了小师妹的金丹，补偿给她是应该的。让你给小师妹道歉已经是宽宏大量，你竟然还自毁修为，你……我说过叶倩金丹不是我毁的，她自知金丹保不住，便借着比试的由头，将罪名推到我的身上。你胡说！明明是师姐你嫉妒我，嫉妒师父把凝禅丹给了我，便出手毁了我的金丹。凭你们的修为，不可能看不穿真相，可你们却纵容叶倩夺我金丹。无上宗号称天下第一宗门，却出了你们这帮蝇营狗揍的龌龊之徒，枉为天下第一宗。师妹，你快向师父认错。听着，
不是你们逐我出师门，是我要脱离你们这虚伪龌龊至极的宗门。好，本尊成全你。即日起，将叶婉婉逐出无上宗。我严定没有这个弟子。师傅，小师妹，不可！好，你何至于此啊？小师妹那么善良，你为什么总跟她过不去？我恨不得扒了她的皮，吃了她的肉，喝了她的血。冥顽不灵，你好自为之。不止他，还有你们。今生我断情绝义，不跪天道，不走仙途，只修杀道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为前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他们以为我金丹被挖，自废修为后必死无疑，却不知我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生来便是武灵根，世人皆知武灵根是天生的废材。父亲临终前亲手封印了我的4道灵根，只留下火灵根。上一世我坠入魔道，在秘境中偶然得到一本上古功法，我才明白，武灵根才是真正的通天大道。这一世，我要破封印，练武灵根术法。碎灵破印，绝杀归元，万煞烁魂，五行逆天。万煞归元诀，金丹成了。9州千年来，武灵根的修炼从来没有突破过元婴期，而我要做第一人。可惜了，无上宗不知道赶走的是一位怎么样逆天的存在。师傅让我们出来历练，这才第1天，就要葬身蛇腹里。哟，这不是天一宗的废物吗？
一条小蛇都搞不定，还出来丢人现眼。哼，天一宗还没消失吗？整个宗门就10几个人，也敢叫天一宗？笑死人了！天一宗500年前可是天下第一宗门，只不过暂时没落了而已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定会重振宗门的。重振？就凭你们3个废物？快，修补阵法！完了，这下死定了！啊，这是什么剑法？剑法万煞归虚。感谢壮士搭救。你也是冲着那道悬赏令来的吧？你们说什么？好凶残！在下天一宗李万之，敢问英雄大名？无门无派，叶婉婉。叶婉婉，叶婉婉，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。无门无派好啊！叶姑娘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哪个宗门？没这个打算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天一宗虽然现在人不多，但是底蕴深厚。我们天一宗的灵石矿脉足足有3条，修炼用的灵石取之不尽。灵宝阁里藏了上千年的宝贝，宗门弟子可以安虚挑选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宗门的灵气浓度是外面的100倍不止，不管修炼还是突破，都事半功倍。怎么样？你加入我们，什么灵石、灵丹、灵宝随便用。实在不行，我这个大师兄的位置让给你，你就是天一宗的大师姐。大师兄终于开窍了，这么多年头一回见他这么能说。对对对，我们天一宗什么都有，就差你这样的高手。婉婉，你就考虑考虑呗。叶姑娘，我知你修为高深，散修能走到这一步，确实不凡。但若有宗门为依托，修行之路会顺畅许多。比如灵石供应、功法传承、丹药辅助，这些都是散修难以企及的。更何况1年后便是9州宗门大比，只有宗门弟子才有资格参加。大比前10可进入上古秘境，其中机缘无数，甚至有突破化神的契机。李万之，难道就是100年后那位有通天之才的大能？前世我听说过他的名字，只是无缘得见。正好，我有事情要问他。好，我可以加入。真的？欢迎加入天一宗。欢迎欢迎。师傅，你快出来看啊！臭丫头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
师傅，快看，我给你找了个好徒弟。对对对，在下叶婉婉。5颗金丹，一眼就看穿了我的5颗金丹，不愧是曾经的九州第一人，这位掌门果然厉害。武灵根，又是一个武灵根。婉婉是吧？新弟子入宗都要参加宗门试炼，明日你入剑种试炼。好。剑土，剑土不是只有进入宗门1年以上的弟子才有资格进入？小师妹入宗门第1天就让她进。这里便是剑种。天一宗立派以来，每一代弟子入门都要进入其中参加试炼，挑选一柄属于自己的剑。去吧。剑场危险重重，小师妹才入宗门，她过得了剑山的关卡吗？他会通过的。这是幻境。别怪我们道长，他们说只要杀了你，就放了全城的百姓。我们也是为了活命啊！你都活了那么久，就成全我们吧！我做错了吗？行事由心，不问对错。守城是你的道，杀你是他们的道。错了吗？错了吗？是心魔幻境吗？为什么？明明无上宗天赋最好的人是你，可从来没有人认可你的优秀，所有人都在偏心更平庸的叶茜。你10年苦修的一颗金丹，他们想挖就挖。闭嘴！你10年的天才之名，他们想给就给。你得到了什么？你得到了他们的极剑传信。你应该比我更狠才对啊！我叫你住嘴！这真正的蓝，只为寻得万丈光芒。有几番跌宕，有几番幻想，戳碎我的目光。你是江潮的疯狂。
我和你不一样，是正是邪，由我说了算。我手中的剑，从不斩无辜之人，除魔卫道，是我坚守的道心。背信弃义，恩将仇报，已不配为人。我杀的是魔，杀的是魔，不是人。这么说我没错，我没错。幻觉要消失了。那柄剑，难道是？剑来！问心剑，不问道，只问心。什么仙道天道，我修的是杀道。这是天一宗祖师的魂器问心剑。小师妹她竟然唤醒了神器。给我！是我机关术一道，还没给我传人。你连小案子都没时间带。住口！收徒可不是顶着名头就不用管了，这可是要教的。让他上雪山。小师弟，你终于来了。确实，都是武灵根，小师弟确实比我们更适合。他也是武灵根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不够再说。一颗灵晶相当于100万颗灵石，这满满一袋得是多少？乾坤剑，随手练的，半成品，拿去玩。乾坤剑，储物戒指中的极品，整个九州也找不出几枚。师傅好有钱。走吧。这是我独创的，适合武灵根修炼的功法——炼神诀。屏息闭气，通过身体呼吸，让身体与自然万物为为一体。来了。我行走天地，天地之间不不停。一剑四方人间，人间一程。小丫头好气魄，拿天雷炼体。我的徒弟怎么会弱？有几分你当年的影子。成了。此次渡劫你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打碎原来的5颗金丹，重新凝丹，再走一次常规修者的路；第二种，继续凝丹，突破金丹最大的数量，攒丹数，一举渡劫成神。是师傅。小丫头比我想的更有天赋。天荒古境即将开启，九州所有宗门都会去。咱们天一宗虽然人少，但不能缺席。你们4个去长长见识。是。为什么小师妹你又跌到了炼气期？
因为我选了第二条路。这里就是星泽秘境。上一世就是在这里，叶茜发现一棵万劫悟道树，一举突破元婴，成为九州大陆最年轻的元婴修士。这一世，这棵树，这颗果子，是我的了。是无道的牌宗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宗，开个灵传，恨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。叶茜出场，从来都是这么高调。师妹小心。谢二师兄。师兄，6位师兄，小师妹别来无恙，有无上宗坐镇，我等安心多了。那是师姐吗？师妹，哼，怎么可能是她？即便是被逐出了师门，她也不会自甘堕落到和这种货色混在一起吧？都是因为我，不然师姐她……跟你没关系，都是她自己不争气。就是，她现在修为尽废，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养伤去了。放心，过不了几天，她就会哭着回来求我们的。你们说什？不要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。这里不是动手的场合，等进了秘境，再跟他们慢慢清算。秘境开了！小师妹，我们也走。这处秘境，据说是鸿蒙道祖陨落之处，肯定藏了不少宝物。结丹果，有了这几颗果子，我们3人就可以结丹了。此处虽有灵宝，但未必没有凶险，你们小心行事。我明明记得万劫悟道树就在这处秘境之中，难道记错了？这处秘境是鸿蒙岛祖的陨落之地，为什么会叫星泽秘境？是禁止。找到了。你也太贪心了吧！半生树灵，怪不得前世叶县修为提升那么快。这棵树是我的，果子也是我的，你不能抢。来都来了，几颗果子怎么够？当然是都要我。难道你连我都要抓走？怎么能叫抓呢？小东西，姐姐带你出去见见广阔的天地。你放肆！小师妹，大师兄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发现了一颗木火灵，这个果子可以帮助你快速提升修为，冲刺元婴。结果遇到了无上。交出木火灵。
是你们伤了我师兄。你的木火铃，明明是我们先摘下来的。是你们伤了我师兄。把木火铃还给我！明明是我们先摘下来的，我就没看过这么恬不知耻的人。你说什么？道友，这颗木火铃对我小师妹很重要，她金丹不稳，急需此国稳固修为，还望诸位把木火铃让给我们。那肯定啊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怎么样都驾驭不了，对吧？再说一次，我师姐说的有错吗？抢别人的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，天下第一宗门就是一群强盗。师兄，你们看，鸿蒙仙府，传说中鸿蒙老祖的陨落之地，竟然真的在这里。小师妹，你真是我们的福星。师兄，这里边可有无数的灵宝，对我的修为大有裨益。等着，师兄去给你取来，统统给你。废物！三师兄，雾天符阵，这是鸿蒙老祖的诛杀阵，修为不够一经踏入，必死无疑。即便是元婴期，也未必能全身而退。大师兄，你是元婴期，你一定能进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修为不稳，正需要那些灵宝来巩固根基。大师兄，你一定要帮我取来。放心，师兄就算是拼尽修为，也会破阵给你取宝。取宝？你们问过我了吗？就凭你，还想跟我小师妹抢东西？天一宗一个没落的小破宗门，也敢觊觎鸿蒙仙府的宝物？你还以为天一宗是天下第一宗吗？不自量力！嘴皮功夫不错，但是破阵凭实力说话。怎样，敢不敢打个赌，看谁先破阵？你破阵？这位师姐，这阵法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小心命玩没了。放心，我惜命的很，没有亲手了结你们，我怎么舍得死呢？你想赌什么？赢了，木火铃我双手奉上；输了，就跪在地上磕10个响头，大喊3声“我是畜生”。自己找死，那就成全你。大师兄，跟他赌。大师兄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，怕怎么着？好，我跟你赌。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，此阵凶险，不是你能承受的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很虚伪？明明巴不得我死在阵中，嘴上却还要装出一副为我着想的模样，不累吗？既然你执意找死，我不拦你。哦，又来2个闯阵的。5颗金丹，有点意思。晚辈前来闯团，请前辈赐教。那就开始吧。
大师兄，你怎么样？没想到这符阵竟如此厉害，连大师兄都败了。那个女人呢？大师兄都破不了阵，那个女人恐怕已经灰飞烟灭。小丫头，你不行的。行不行？试过才知道。好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我陨落1000年之后，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传人。丫头，你可愿接受我的传承？我有师傅了。你还是第一个敢拒绝我的人。罢了罢了，拜师就免了。小丫头，一定要把我的功法好好传承下去。谢前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师妹怎么还不出来？说不定早就死在里面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师姐，是他，是他，怎么是他？我夺走了他的金丹，他为什么还活着？我做了那么多事，为什么他还活着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加入天一宗？你的修为不是废了吗？你竟然闯阵成功了，这不可能！脑子不好使就快去治！全天下人都知晓，我这个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孽徒，早就被你们无上宗逐出师门了。说起来，还得谢谢你们无上宗有眼无珠，让我们天一宗白捡了个绝世天才。现在该履行赌约了，磕吧。野王王，你不要太过分！师兄们一场，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你们挖我金丹的时候，怎么不顾及同门之情？金丹气，不，水过灵力，他现在的修为命在我之上。不可能，他的金丹明明被我……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贵还是不贵？无上宗不只是强盗，还是一群言而无信的谎话精，传出去不怕天下人笑话。你。我跪！大师兄，不要！我是猪！求求你放过大师兄吧，都是因为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不要恨师父和师兄，他们都是为了我才拿了你的金丹。
你要是心里有恨，我把金丹还给你就是了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的金丹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？叶王王，快把小师妹的金丹还回来！金丹还回来！他的金丹，一个下品水灵根能结出天品火灵根的金丹，你想干什么？不要！偷的就是偷的，伪装的再像，也只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赝品。水灵根结出火灵根的金丹，你们无上宗的修炼法门真是别具一翔啊！想走捷径抢别人的金丹，脸都不要了。我没了金丹，就彻底成了废人了。我不要成为废人了。最后问一次，交还是不交？想要，来抢啊！上一次被你们夺走，是我实力不济，这一次谁也抢不走。3个人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姑娘，不太合适。沈南州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真是狼狈。你这样修炼是不对的。你以为谁都可以像你一样灵魔双修？我有什么不好？上次在秘境里从无上宗手里抢来的，给你了。为什么每次遇到你都是这么狼狈？难道他也回来了？这个少年看上去不到18岁，修为竟到了元婴期，不可能！他长得可真好看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。在下无上宗大弟子季长怀，敢问少侠尊姓大名？无门无派，沈南州。无门无派好啊！少侠既非天一宗之人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。这位师兄，城强扶弱，嫉恶如仇，一片峡谷丹心，实在可敬。可是，千万不要被有心人利用啊！你谁啊？好大一股绿茶味！我这人没别的毛病，就喜欢多管闲事。别跟他们废话了！今天咱们就旧账新账一起算。本尊的弟子也是你能动的。
为师送你的护身灵玉碎裂的那一刻，便知出了大事，就立马赶过来了。师父，弟子无能，没有保护好小师妹。不关师兄们的事，是师姐，她怀恨在心，趁乱挖走了我的金丹，还要杀我。夺人金丹，还想杀人灭口，今日本尊便亲手铲除你这孽障。怪不得这么嚣张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哪来的无知小儿，敢教训本尊？好，本尊今日便连你们一起杀！打不过，撤！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叶婉婉，跟我。幸亏师傅教了咱们遁地术，要不然今天真交代在那儿了。小师妹伤得很重，咱们得快点赶回宗门。今日多谢少侠救命之恩。少侠留步！少侠天纵之姿，无门无派，做个散修实在可惜。不知少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天一宗？我们宗门虽然不大，但底蕴深厚，灵石灵宝不缺，掌门和善，师兄师姐都好相处。好啊。被他逃了。师傅，我的金丹没了怎么办啊？我成了废人了。即便抢回那颗金丹，也用不了了。一颗金丹属性转换只能用一次。师傅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鸿蒙仙府，上古陨落的大能，他的洞府中或许有可以补救的秘方。又是他，他把整个仙府搬空了。小师妹，我是让你睡，可没让你睡那么久。你再这样睡下去，大家都要按不住佩轩师伯了。师傅说了，到时候那就是2个宗门大战，我不怕生死战场，我是怕你看不到我在战场的英姿啊。师傅，出息呢，打不过不会叫人。可是师傅大人，我不知道怎么叫啊，我以前没叫过。下次打不过直接喊我。好。无上宗那帮王八蛋，跑我们头上撒野，是欺负我们天一宗无人吗？改天老夫去他们山门前摆个机关阵，困他个3年5载。这2世我一直战战兢兢，浑浑噩噩漂泊在这世间，直到今天，我终于找了归属，心之所在，天一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姐好，他现在是我们的小师弟了。
三位长老，小师妹的金丹可以修复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金丹没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不想当废人。小师妹别怕，等师傅回来一定有办法的。对，师傅一定会找到方法，助你重新结丹的。别哭了，伤身子。师兄，我好疼啊！长老，宗门里有没有什么灵宝可以帮小师妹止住这挖丹之痛？他现在形同废人，经脉尽断，丹田空空，这挖丹之痛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长老，我们跟上。大长老，大长老，您再想想办法。小师妹她，你的小七师妹被废的时候，你们不是这样的。你们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们以前对她不是这样的。她不一样。什么？她是天才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擅长。再难的功法到她手上，不出半日她就能领悟。别人九死一生求不得的东西，只要她出手就能拿到。她太耀眼了。你们嫉妒他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师尊也嫉妒他。掌门他15岁结丹，他那样的天才太耀眼了。原来是因为嫉妒，也是，一群庸才收了一个天才，是该害怕。毕竟他本来也不该属于你们这里。何人擅闯我无上宗？裴玄，狂修，裴玄，没想到还有人认识你是什么人？敢擅闯我无上？狂修裴玄，一个出身名门正派，却比魔修还像魔修的狂修，曾跨2境界斩杀化神强者。原来传言是真的，宁惹上3宗的掌门，也不要招惹天一宗的一条狗。他们真敢杀上门！晚辈余春见过裴前辈，不知前辈驾临无上宗所谓何事？听闻这地方原来的主人姓叶，一个庸才也配住这么好的房子？前辈，有话好好商量。说到底，这里是我无上宗的地盘，您如此行事，对2个宗门都不利。我说的是裴玄，不是天一宗裴玄。不报宗名，你就不是天一宗的了，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此乃无上身地迹，道友休得放肆！几点年了，好久没听人这么夸我了。我便是放肆了，又如何？那就得罪了。我答应过我师兄，这次下山都不杀人。那你找人？找谁？严定掌门外出给小徒弟寻药去了，不在宗内，不知你们有什么过节？没什么过节，但他的弟子欺负了我唯一的弟子，那我这个师尊是不是该为我的徒弟讨回公道？裴玄什么时候收徒了？没听说过。你的弟子是当今修仙界第1天才叶婉婉。唯一的弟子。你是叶婉婉的师傅。小徒弟第1次下山历练，就被你们的人给重伤了，现在床榻上躺着动弹不得。小徒弟心软，脸皮又薄，有些事总是不好意思开口。但我无所谓，我脸皮厚。既如此，
前辈想怎么解决这件事？掌门不在，我替他做主。2个选择，赔人还是赔药？别杀我！你想要什么？前辈想要什么灵药，可以自取。你打劫吗？哪家弟子养伤用得起这么多灵药？打劫？这点东西还不够我徒弟压惊的。我的弟子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东西。一条枯萎的灵根可结不出极品金丹，他不杀你，我便不会动你。你欠他的，不管他怎么要，你都要受着。差点忘记了，留个印记。岂有此理！实在欺人太甚！一个比蛇蝎还歹毒的叛徒，这裴玄还当成宝贝，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。一切等师傅回来再做定夺。为什么？那个贱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造化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没想到师姐还有偷窥男人洗澡的癖好。天一宗是怎么灭门的？师姐是做噩梦了吗？天渊魔尊最初应该叫天一魔尊，天一宗。我听不懂师姐在说什么。你装什么？你也重生了不是？师姐说什么，我确实不知道。不过，从小我就一直在做一个梦。什么梦？不是我，是我一个朋友。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他还未出生就被认为是魔胎，可是他的父母依然很爱他。但在他3岁生辰那日，他全家包括全族都被杀了。沈南昭，一个老道刚巧经过他家，救了这个孩子，带回了宗门。那个宗门的人很神奇，一个咋咋呼呼的大师兄，一个超级护板的2师兄，一个一点就着的3师姐，还有老道。他在宗门里度过了人生之中最快乐的日子。可是他生来就是一个祸害，族人因为他死了，宗门因为他被灭了，所有关心他的人都死了，他就是个灾星。杀了他就能拯救天一宗，师姐，你可以做到的吗？你来天一宗就是来送死的。在此之前，我能故地重游，看看古瑶，他已经没有遗憾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上天给你一次重生的机会，不是让你自暴自弃的。沈南州，上辈子你捡了我，给了我一处容身之所，这一辈子我来守护你。你的恩我受了，天一宗我要护你，我也要护。既然你我重来一次，那么我们就联手，将那些害过我们的人杀干净。师姐，怎么感觉你比我更适合修炼魔道？好，那我们就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出来！我知道你在这儿，给我出来！灵根枯萎，是你吸走了我的灵根，
是我把你从河底带上来，是我帮你解开封印。小丫头，你要弄清楚，如果没有我的帮助，你怎么可能在15岁结丹？可是我失败了。是你天赋不够，强行结丹，当然会失败。你以为你是叶王婉吗？天生武灵根，学什么都得心应手。你呀，不是呢？叶婉婉，叶婉婉，又是叶婉婉！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办法倒是还有一个。是什么？先天灵骨。那是什么？拥有先天灵骨之人，不用经过炼体，肉身就拥有能媲美上品灵气的强悍，而一旦把灵骨开发到极致，还能冲击仙人之道。告诉我，这世上谁拥有先天灵骨？白浅。白浅，叶婉婉的师姐。记住，灵骨必须活着取下来，死了可就没用了。白浅。师傅，这是无上宗送你的礼物。以后缺什么，跟师傅说。我裴玄的徒弟不是随便让人欺负的。想做什么就去做。闯了祸，师傅给你担。师傅，失去无上宗给我报仇了。师傅，这个给你。给我的？万劫悟道树的果实，我想对您应该有用。有用。小师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求救符，是不是无上宗上门寻仇了？这帮孙子当我们是死的吗？小师弟，你快说啊！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想给各位看看一样东西。万劫悟道树的果实，从无上宗那儿抢来的？怎么，无上宗在这里边下毒了？我徒弟送的，你们有吗？听说这次15的灯会集市特别盛大，有来自9州各地的奇珍异宝、灵丹妙药。可惜啊，咱们兜里比脸还干净。师傅一个月就给那么几块灵石，连买串糖葫芦都不够。要不去找师傅借点？得了吧，师傅那个铁公鸡一毛不拔。我有。
小师叔，出手就是阔绰。那还等什么？走走走！速去速回，不要被师傅发现。师妹，你是饿死鬼投胎吗？难上下山上，小师妹请客，别问我，不吃饱哪有力打架。也不知你哪来那么多牛劲儿。师傅说我根骨奇佳，天生就是修炼的奇才，不过没有小师妹那么逆天罢了。确实挺逆天的。你也不差。北泉，这位道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师兄弟几人在附近的村落遭遇了妖兽的伏击，兄弟们被困在村里，命悬一线。我拼死逃出来求援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求几位道友出手相救。带路。这么多修为高深的修士在此，为何偏偏找上我们？有蹊跷。去看看也无妨。妖兽呢？你的师兄弟们又哪儿去了？我的师兄弟这不来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杀你的人，除了那个女人，一个不留。那就要看你们本事了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魔化！天罡符阵，师姐威武！他们都被魔气控制了。那群人应该是冲着先天灵骨来的。先天灵骨，先天灵骨，肉身不炼自强，堪比上品灵气。白简，你就是万中无一的先天灵骨。先天灵骨，还真没看出来。那是因为我懒，不行吗？还有不到半年就是宗门大比了，你们几个不要再偷溜出去了，好好修炼，尤其是你们三个。我要闭关了，师兄师姐，期待你们这半年能突破元婴。小师妹放心。那我呢？师姐对我有什么期待？你悠着点儿。
这颗火系金丹经转灵之后大有损，见是融回丹田，效果也已不大，不如将其炼化，驱除杂质。你把我的果实都送人了，连你都是我的，你的果实自然也是我的。哼，36道灵符，这么小一颗金丹，你融36道符咒上去，想干什么？你太小看符咒之道了。莫说一颗金丹，便是一粒灰尘，也能汇聚无数符咒。符咒融汇最多可达1000800道，同比禁制，甚至更多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能打出一个小世界。这是人能做到的？可以，前提是踏入化神境，这是基础。主任，你把一颗废丹炼成了金甲傀儡，还不错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开始第2次渡劫了。百道劫雷，这孩子的天劫怎会如此恐怖？你就一点都不着急？这可是百道劫雷，稍有不慎，灰飞烟灭。若连这都撑不过，便不配做我裴玄的徒弟。成了。不愧是我的徒弟，这女人还是跟前世一样，强大的可怕。不错，都有长进。多亏了小师妹的灵果，这次宗门大比，一定要让那些看不起天一宗的人好好瞧瞧。记住，比据点到为止，不可擅下杀手。但遇到主动挑事的，不必忍让。咱们天一宗不惹事，更不怕事。是。这次大比的地点在无上宗。就地重游，正好。都听说了吗？无上宗收了俩天赋异禀的弟子，咱们这次又多了2个恐怖的对手。传言不可信，一群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。这是天一宗的灵传。天一宗？天一宗不是只剩几个弟子了吗？哪来这么大的排场？跟这艘灵船相比，无上宗的那艘就是个木盆。
那是叶婉婉。啊，师兄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师姐，这排场够大吗？还不错。我说过，我会回来的。一个叛徒，怎么还有脸站在这儿？人家现在可是天一宗的弟子，穿着别家的衣服来砸场子呢。不自量力，他叶婉婉算什么东西？能比得上咱们小师妹？3个月内结丹到突破元婴，咱们小师妹才是真正的天才。听你他们说的什么屁话！一群跳梁小丑罢了。我没看错你，连自己同胞弟弟的灵骨都能毫不犹豫地抛出来，够狠！要不是无上宗把白简保护得密不可分，我又怎么能出此下策？成大事者就要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。灵骨已成，你的肉身已媲美上品灵气，现在你的那6位师兄都未必是你的对手。叶婉婉，这一次我不光要你的金丹，还要你的命！小师妹，天一宗的人到了，叶婉婉她也来了。叶婉婉。真是叶婉婉，我怎么这么婉婉，大师兄，他要杀我！比武讲的是光明正大，点到为止。你招招夺命，不留余地，与邪魔歪道有什么区别？天一宗就是这么教你们的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背后偷袭，颠倒黑白，无上宗好一个名门正派。谁先动的手，我们可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偷袭不成，反咬一口。无上宗的规矩倒是别具一格。谁无赖谁有理呗，我们天一宗可学不来。你在秘境抢了小师妹的金丹，她气不过才出手，有错我们认。但你们招招要命，是不是太过了？抢？那颗金丹本就是我的，我取回自己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？倒是你，短短半年就突破了元婴，这一次又挖了谁的金丹？满门的鸡鸣狗闹之辈，天下第一大宗，你们也配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辱我无上宗？叶婉婉，你嫉妒小师妹的天赋，一次次加害于她，被师傅逐出师门，不思悔改，反倒自甘堕落，与天一宗这帮人为伙。小师妹心善，不跟你计较，你却得寸进尺。如今还敢来无上宗撒野，真当没人治得了你！放你娘的屁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到底是谁嫉妒谁？我们小师妹天纵奇才，比起你们这个只会哭哭啼啼告黑状的小师妹强100倍。脑子不好就去治，要打架的话就少废话，动手吧。此乃宗门大比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再敢闹事，一并除去名字，赶出赛场。各大门派参赛者已到齐，本尊宣布此次宗门大比的规则。本次宗门大比采用攻守赛，抽签决定首位守擂者，其余修士依次上台挑战，胜者为新擂主，败者退场，直至决出最终胜者，其所属宗门获胜。下面抽签决定第一位守擂者。
这个神秘人什么人啊？听说是天一宗新收的弟子，看起来是个狠角色。天一宗100年没参加宗门大比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憋了什么大招，这次大比难了。100年未出，天一宗这次派出的弟子不容小觑啊！天一宗都是一些疯子，没一个正常人。乌合之众，何惧之有？上次的屈辱，本尊记下了，待宗门大比之后，定当一一讨回。叶婉婉，擂台之上，我会让你哭着跪下来求我的。哼，就凭你这偷来的修为，擂台上，我会亲手把你打回原形的。这小白莲的气息不太对，小心。先顾好你自己吧，等会儿到了擂台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世界还真是无情呢。宗门大比正式开始，第一位守擂者天一宗沈南州，小师弟加油！我去给你检查。这个沈南州看起来不简单啊！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等着看吧，第一个挑战者就能把他打下来。第一位挑战者玉仙宗雷战。就你这小身板，爷爷我一斧子就能把你劈成2半，识相的就自己滚下去。那就试试看喽。爷爷就让你见识见识烈焰开山斧的威力。在江湖中脚跟，英雄还秀雄势，谁鼓掌好声？有多高的刀横刀破不了我高粱，醉卧在夕阳里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小师弟太厉害了！竟然又赢了！上一世，他可是令无数修真大楼都闻风丧胆的存在，宗门大比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。下一个挑战者无上宗季长怀。季长怀出手了，终于轮到他。大师兄，你一定要打败他！放心，我如今的境界已达元婴后期，他不是我的对手。
上次是我大意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败给你。手下败将，废话真多。不知死活，侥幸赢了一次，就敢目中无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别一个一个送了，你们6个一起上吧。狂妄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们天一宗的人倒是自大的很。我师兄他们现在都已突破元婴期，1对6，他哪来的胆子？实力不怎么样，嘴上功夫倒是练得不错。待会儿上了场，可不要这么多废话，会死得很惨。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师姐说的对，你确实很虚伪。不自量力！玩够了。雷法，破妄诛邪！他竟能引动天雷，结界竟挡不住他的雷法，这怎么可能？引天雷，破结界，此子究竟是何来历？小师弟太强了！都是元婴，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这么大？布阵！六合诛魔阵！这是上古杀阵，早已失传。此阵一旦成型，阵中之人灵力会被不断侵蚀，直至力竭而亡。天下第一大宗，可不是浪得虚名。我严定的徒弟，又岂是泛凡之辈？这是什么阵法？太恐怖了！不妙啊！小师弟的气息在变弱。不会有事吧？这六合诛魔阵专门克制魔修，今日你插翅难飞。我眼中的沈南州是不会这么轻易认输的。
你们口口声声正道、魔道，可什么是正道？什么是魔道？你们所谓的正道，暗藏心魔，满口仁义道，背后却干尽穷凶极恶之事；而我们魔修，修魔不入魔，遵从内心，活得坦荡，比你们这些伪君子干净多了。说得好，够了！宗门大比不是让你来论道的，有人现眼，还不快退下去！对不起，小师妹，师兄无能，没有帮你扫清障碍。一群废物。没关系，我知道师兄们已经尽力了。小师妹，沈南州他真的很强，你和他对上根本就没有胜算，你还是弃权吧。不行，我绝不会弃权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今天都必须除掉这个贱人。沈南州守擂成功，下一个攻擂者，天一宗叶婉婉。他就是叶婉婉，曾经的九州第一天才。哼，什么天才？无上宗的叛徒。听说他嫉妒同门小师妹，暗害不成，反被逐出师门，后来加入了天一宗。可我听说他自废了修为，怎么还敢来参加宗门大比？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同门相斗倒是有趣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应对。开始吧。对手是你，我怎么舍得呢？碍眼的人我已经帮你解决了，师姐可以开始清算。我弃权。什么？他竟然弃权了！啊！天一宗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怎么，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这场沈南州自动弃权，天一宗叶晚胜。师姐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叶婉婉成为新的守擂者，下一位攻擂者，天一宗方鹤安。我弃权。天一宗李万之。弃权？又弃权？我就说嘛，这都第几个了？天一宗白简。我也弃权。这算什么？天一宗在搞什么名堂？看不出来吗？他们这是在保叶婉婉夺魁。天一宗真不要脸！他们这是在给我亲手报仇的机会。上一世我被至亲之人背叛，孤身赴死；这一世我很幸运遇到了他们。为什么都在帮那个贱人？他凭什么？最后一位攻擂者，无上宗叶倩。小师妹，叶婉婉的修为深不可测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，不可大意。是啊，他那个师傅裴玄是个疯子，他说不定也学了什么邪门歪道。对，那个叛徒，犯不着跟他拼命，你的安危最重要。我们都在后场区看着，若有不对，我们会立刻冲上去。我已是元婴期，叶婉婉根本不是对手。师姐，没想到吧？我们会再次在比武台上相见。碎丹之仇，今日该还了。你们宗门上下都污蔑我碎了你的金丹，索性今天我就把这个罪名坐实了。大言不惭！我如今已是元婴期，杀你如免死一只蚂蚁。叶婉婉，今日擂台之上，我要你死！
小师妹的水系法术以真化境，叶婉婉撑不了多久。我们高估了她，也低估了小师妹。差了2个境界，就好比鸿沟天堑，叶婉婉再怎么阴险，也不会是小师妹的对手。婉婉还没出全力呢。叶纣王，你能撑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。现在该结束。冰封万里，小师妹要赢了！轩轩。什么？金丹傀儡，炼制金丹傀儡，需在金丹上打入至少36道符咒。能做到这一步的符修，整个九州屈指可数。天哪，36道符咒，这等人物简直是绝世天才。而且那傀儡的气息，至少是元婴级战力。此女年纪轻轻，竟有这等造诣，这个叛徒一定是得到了鸿蒙仙府的传承。没想到，她竟然有如此机缘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不认识他了？这颗金丹就是从你小腹里挖出来的那颗。脏是脏了点，但好歹可以废物利用。我勉为其难练成了金丹傀儡。叶婉婉，你竟敢！我要杀了你！小心，这雾气有剧毒，不要吸入。这雾气好生诡异，这哪是名门正派的手段啊？小师妹她怎么会如此阴森的招数？师妹小心！这毒物竟能克制我的火灵根。师姐，你的火好像烧不动了。这毒物可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，专门克制你的火灵根。你的金丹是我的，你的命也是我的。小师妹，你怎么没事？谁告诉你
我是火灵根。武灵根，他竟然是武灵根！武灵根不是天生的废品吗？他怎么可能？武灵根，这不可能。武灵根修为极难，从未听说有人能修到如此境界。金木水火土俱全，而且每一道灵力都精纯无比。此女在符道、剑道、五行法术上皆有惊人造诣，实乃万年难遇的奇才啊！严掌门，这样的天才，无上宗怎么舍得逐出师门？这样的弟子放在哪个宗门不是当宝贝供的？严掌门倒是大方，无上宗白捡了一颗璀璨的明珠。这个孽徒竟敢隐藏自己的实力，故意藏拙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不可能，武灵根是天生的废物，没人能修炼到这种境界。是你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？谁说武灵根就是废物？只是你们不会用。谁说武灵根就是废物？只是你们不会用罢了。就算你是武灵根又怎样？不过筑基期而已，境界碾压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谁又告诉你，我只有筑基期的修为？5颗金丹，这是何等逆天的资质啊！这个孽徒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你输了，小师妹。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输？我怎么会输给这个贱人？就算偷了灵骨，练了禁术，你还是打不过他。你永远不是他的对手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不信！我不信！他也是武灵根，这怎么可能？本尊收他为徒时，他分明只是水系丹灵根，且资质平平。不对，他的5颗金丹和师姐的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气息浑浊，品阶参差，而且每颗金丹上的灵纹各不相同，这绝不可能是同一人修炼出来的金丹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的5颗金丹取自5个人的身体？但普通修士的身体
怎么可能承受5颗不同属性、不同品鉴的金丹？强行纳入，经脉早就爆裂了。要是先天灵骨呢？难道之前荒村那群夺我灵骨的黑袍人是叶倩派来的？你的5颗金丹气息驳杂，品阶各异，是杀了5个人，从他们丹肚里挖出来的。那又如何？是他们自己技不如人，金丹能为我所用，是他们的福气。小师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那个温柔善良的小师妹哪儿去了？你真的是无可救药，都是我的！你的金丹，你的天赋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！你永远抢不走，永远！修道之人，心若不正，大道难行。纵有万般机缘，终是镜花水月。抢再多的金丹，也难以弥补心中的沟壑。我的金丹！不要！不要！那是我的！我的金丹！我要杀了你，叶婉婉！为什么我才是被上天选中的气运之女？为什么你要出现？为什么？气运？你所谓的气运，不过是掠夺。抢金丹、夺灵骨、修邪术，哪一样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？你从来没有真正修炼过一天，你只会偷，只会抢，只会装。就算没有我，也会有别人。你输给的，从来不是我，是你自己的贪、嗔、痴。你懂什么？我不懂，所以到此为止。够了！宗门大比，掌门亲自下场，无上宗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放肆！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你屡次出言不逊，忤逆师尊，烈性不改，孽徒还不跪下！小师妹，我叶婉婉拜的是天一宗第100代长老裴玄，学的是炼神诀。我师从天一宗裴玄，我是天一宗第101代弟子叶婉婉。我只有一个师傅，他叫裴玄。他竟顶住了炼虚期的威压，这女娃娃了不得！
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么就不要怨为师了。不是说了，打不过就叫人吗？师傅，这是什么火？这是什么火？火不灭！他在烧我的修为，烧我的修为！这是红莲业火，化神期竟能驾驭业火，他就是狂修裴玄。出息！师傅，你就是炎定，天赋也不怎么样，就你要跟我抢徒弟。裴玄，上次你来我无上宗撒野，毁我楼阁，抢我灵药，今日你又来搅乱宗门大比，真当本尊是泥捏的？怎么，你想动手？这么无理的要求你也说得出口？好吧，本座就满足你，陪你玩玩。好残暴，怪不得徒弟随师傅，真的是一脉相承啊！揍他！小师叔，立起来，使劲揍他！小师叔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护短。11年的委屈，11拳，我替他讨了。师傅竟然败了！本尊比你高出一个大境界，你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打败本尊？学艺不精，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。一个靠灵药堆起来的草包，也敢跟我抢徒弟？裴玄，你当真以为本尊治不了你？我这个人吧，缺点特别明显，小气还记仇，但是我又有点身份，不好意思对你徒弟下手，所以他的罪过就你来还吧。你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废了。啊！
他真的废了严掌门的修为，狂修裴玄，果然是个疯子。小师妹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过去的一切都是你故意设计的。叶婉婉她从来没有害过你，是我们冤枉了他。是，都是我设计的。要怪就怪你们蠢。啊！我只要流几滴泪，你们就立马倒戈，像狗一样屁颠屁颠替我去教训叶婉婉。看着叶婉婉被你们伤得体无完肤，悲痛欲绝，我心里别提有多爽了。原本我以为抢走了他挚爱的师兄们就能彻底碾压他，没想到全是一群中看不中用的废物。师傅更是连废物都比不上，堂堂炼虚期的大能，被一个化神期的修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这点本事还有脸当无上宗的掌门？叶婉婉，你说的对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。你现在才明白，太晚了。不，一点儿也不晚。献祭吧，把你的肉身、灵魂全部交给我。啊！他堕魔了，这是上古魔气。叶婉婉，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小师妹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过去的一切都是你故意设计的。叶婉婉她从来没有害过你，是我们冤枉了他。是，都是我设计的。要怪就怪你们蠢。啊！我只要流几滴泪，你们就立马倒戈，像狗一样屁颠屁颠替我去教训叶婉婉。看着叶婉婉被你们伤得体无完肤，悲痛欲绝，我心里别提有多爽了。原本我以为抢走了他挚爱的师兄们就能彻底碾压他，没想到全是一群中看不中用的废物。师傅更是连废物都比不上，堂堂炼虚期的大能，被一个化神期的修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这点本事还有脸当无上宗的掌门？叶婉婉，你说的对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。你现在才明白，太晚了。不，一点儿也不晚。献祭吧，把你的肉身、灵魂全部交给我。啊！他堕魔了，这是上古魔气。叶婉婉，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世界被拉进了魔域。叶婉婉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，应该说，终于见到你了。你认识我？何止认识，我关注你很久了。
从你上一世被挖金丹逐出师门围杀致死，到今生自废修为叛离师门，我一直都在看着你。你怎么知道我是重生的？重生一世，你以为只是运气？不是我选中了你呀！你的天赋，你的武灵根，你的先天圣体，简直是这个世上最完美的容器。我本想让你慢慢堕入魔道，心甘情愿地把身体交给我，所以我安排了叶倩，让她不断刺激你、陷害你、抢夺你的一切，让你恨意滔天、心魔丛生。可惜你太清醒了，你重生后的每一步都在我预料之外。叶倩这个废物真的是一无是处，所以你一直利用叶倩，借她的手来害我。利用，他是自愿的，嫉妒、贪婪、不甘，是他自己跳进了深渊，我只是推了他一把。你以为他不知道我在利用他？他知道的，但他不在乎。只要能赢你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那些道貌岸然的正道修士，哪个不是满口仁义道德，背后却干尽龌龊之事？叶婉婉，加入我，与我微微一体，你就可以拥有无尽的力量，让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说完了？蛊惑人心的把戏对我没用。你最初看中的是我，但你却一点也不了解我。我要报仇，就要堂堂正正的报，不需要把自己卖给一团连灵体都没有的魔气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就亲手毁了你。出来吧！夜晚王，受死吧！燃我心中火，化五色长虹，一剑破魔，光照永夜。假以时日，你或许有资格与我一战。可惜，现在的你太弱了。叶婉婉，你的身体是我的了。你高兴得太早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竟然要破镜！此时不破，更待何时？我还真是小看了你。不过，本座乃上古魔神，
历经万劫不灭，你即便突破化神，在本座面前也不过区区一只蝼蚁，是吗？啊！五行归元，法相降临。武尊法相，凭你的修为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道心所向，万法皆通。武尊法相又如何？本座乃上古魔神，岂是你一个刚入化神的小辈能比的？不可能！本座乃上古魔神，不死不灭。你说人心有恶，魔病不灭，但人心亦有善，恶念生魔，善念生道。我的法相！不！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，还是输了？因为你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路，修道仙是歪的，你的修什么都成不了正果。至于你，蛊惑人心，祸乱苍生，今日便让你彻底消散。婉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夜间被魔气控制，现已自食恶果。短短1个时辰，你竟然突破了化神期，不愧是小师妹。师姐，你总是让人意外。师父，回来了就好。刚刚小师叔急得快要杀人了，好恐怖啊！多嘴。本尊一生自诩明察秋毫，到头来却瞎了眼。你眼不瞎，心瞎。叶倩什么样，你早知道了，可你只信你愿意信的，从来不问真假。小师妹，我们错怪你了，是我们不分青红皂白，冤枉了你，对不起，小师妹。你可愿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？可以啊，你们挖去金丹，自废修为，永生永世在黑水池受雷刑之苦。那么我就考虑原谅你们。虚伪。师父，我们回家。